嗨，大家好，这里是方竹时间，我是方竹。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先生曾说：“国家的命运不取决于大小，而是取决于智慧。”今天呢，我们就从新加坡的奇迹出发，去寻找全球格局中的新坐标，大胆预测一下新加坡之后谁能成为下一个精英小国。之前呢，我们做过很多期有关新加坡的节目，也让我们了解到，新加坡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有清醒的战略、科学的制度、高效的执行和一代代领导人前瞻的目光，长期坚持，才有了今天的奇迹。今天我们就以新加坡为标尺，去看看全球哪些国家最有潜力来接棒。有说的不全的地方呢，也请朋友们继续补充，在留言区发表您的观点和看法。首先呢，方竹来说说精英小国的标准。这里呢，我们引用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的结论：精英小国通常有这样几个共同特征，它们规模不大，但动作灵活。人均收入高，社会生活文明精致，治理高效透明，政策推得快，落得实，国家定位清晰，能在国际体系中找到自己的刚需角色。最重要的是呢，他们不仅能吸引资本和人才，还能持续向外输出制度、文化和软实力，让世界记住它的存在。这些标准，新加坡做到了极致。精英小国的第一个候选者是爱尔兰。在1980年代，爱尔兰最萧条的时期呢，人均 GDP 不到6000美元，还被称为欧洲病夫。高失业、高通胀、债务危机，经济几乎停滞，年轻人大量外流。当时爱尔兰的经济水平在欧洲倒数，甚至比不上葡萄牙。就这样一个被嫌弃的小国，硬是用30年的时间逆袭成了欧洲人均 GDP 排名前列的国家，还顺便成了硅谷在欧洲的家。而今，它的人均 GDP 已经突破了11万美元，跻身全球的前列，堪称一场逆袭。它的秘诀呢也很简单：低税率、开放市场、说英文。对于跨国巨头来说，这里几乎就是天堂。税收低的不像欧洲，教育水平又高，劳动力素质又不错，最重要的是背后还有整个欧盟市场做支撑。所以今天的爱尔兰聚集了苹果、谷歌、微软、辉瑞，全球几乎所有知名跨国公司的欧洲总部。过去这几年呢，爱尔兰人确实赚到了不少，也用这些钱改善了社会服务、教育和公共设施。你走在都柏林的街头，也能感受到一种现代化的气息，城市干净有活力。咖啡馆里坐的都是穿得体面的年轻白领。但是这背后的问题也很明显，爱尔兰的繁荣太依赖这些跨国公司了。人们说它是账面很美，但真正留在本地的财富没有那么多。人均 GDP 看起来很高，可很多都是跨国公司做账的数字，并没有真正进入普通家庭的钱包。与此同时呢，房价疯狂上涨，年轻人抱怨买不起房，生活成本飙升，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多。更重要的是，一旦全球税收规则调整，或者是企业迁走，爱尔兰的脆弱就会暴露出来。在我们曾经讲新加坡未来的5大国际角色那期节目当中呢，有这样一句话：新加坡做制度输出，不是短期套利，而是长期规则的制定者。而问题是，爱尔兰现在还停留在套利的阶段。第二个候选者，相信大家也不陌生，就是以色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方竹上期的节目《以色列夹缝中生存的智慧》，你一定会惊讶于这个小国的奇迹。说到创新、创业和科技，以色列绝对是世界级的天才小国。在一片寸土寸金的沙漠里，他们不仅活下来，还活成了全世界的创新工厂。从农业滴灌到高科技芯片，从军工无人机到生物制药，以色列的技术渗透到你能想象的每一个领域。
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一个不到1000万人口的小国，人均诺贝尔奖获得者、人均风投金额、人均科研投入，全都稳居世界的前列。甚至有人称以色列是第二个硅谷，只不过它更小、更高效、更敢冒险。你走进特拉维夫的创业孵化器，随便抓一个年轻人出来聊一聊，他可能正在研发下一代芯片，也可能正在写一个能拿到全球融资的新软件。创新已经写进了以色列的基因。但问题也很明显，以色列的周围充满了敌意。无论是和巴勒斯坦的冲突，还是和周边阿拉伯国家的紧张关系，都让以色列处于战争的阴影之下。这个国家有全球最顶尖的军力，也有全球最高效的动员能力，但正因为如此，他们把大量的资源和注意力都放在了安全上，而不是民生和社会平衡上。我们在上一期以色列的生存智慧那期节目里也讲过，以色列有一种独特的夹缝求生的智慧，处在一种一手握枪一手搞创新的双轨模式，让它在动荡的环境里顽强地生存下来和发展起来。在我们讲新加坡对比新西兰的那期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一句话，和平是小国发展的前提，稳定是精英化的起点。以色列这个国家有着无以伦比的创造力，但缺少一个安稳发展的环境。如果有一天中东的和平能真正的实现，以色列的潜力绝对值得期待。接下来呢，我们要提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潜力股后发奇迹，就是位于波罗的海的国家爱沙尼亚，这是第3个候选国家。如果你在地图上找它，几乎都看不见。这个只有130万人口，国土面积大约4.5万平方公里，比台湾略大一些，还不到韩国的一半，却在过去的20年里成为全世界最具想象力的小国之一。有人甚至叫它数字新加坡。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全球最早一批实现全民数字身份电子公民计划完全在线政务的国家。你可以在15分钟内注册一家公司，在网上完成纳税、投票，甚至银行开户。全社会的纸质办公和柜台排队几乎被淘汰，公务员队伍极度精简，效率令人惊叹。如果你走进塔林的老城，外表看上去依然是中世纪的石板街、红瓦屋顶，但里面的人已经生活在云上了。出租车司机用电子身份证报税，咖啡馆里的年轻人用一台笔记本电脑就能开公司、结婚和选举。更有趣的是，即便国家遭遇网络攻击，他们还能随时把整个国家的数字副本从海外的服务器恢复回来。爱沙尼亚虽然具有数字化优势，但要想成为一个精英小国，仍然面临4大障碍：人口太少，而且外流严重；地缘靠近俄罗斯带来安全焦虑；产业结构偏轻，缺乏硬实力；国际影响力和叙事力也很有限。虽然制度已经领先，国家格局呢，还需要向新加坡学习。第4个候选国家是哪一个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中东的另一颗明珠卡塔尔。在中东，你很难忽视卡塔尔的存在。这个只有300多万人口的小国，人均 GDP 一度冲到世界的第1梯队。每年从天然气里赚出来的财富，足够他慷慨地投资基础设施、教育和对外软实力的建设。世界杯的举办，更是让全世界认识了这个沙漠中的小国和它背后深藏的布局。很多人说，今天的卡塔尔就像当年的新加坡，一边累积财富，一边悄悄为转型铺路。从多哈机场到教育城，从主权基金全球布局到收购欧洲豪门俱乐部，它正在构建一个全球性的软实力网络，试图摆脱能源出口的标签。但问题也在这里，
卡塔尔的经济结构仍严重依赖能源，而全球正在加速向绿色转型。他说，无法在创新、科技、制度上找到第二曲线，未来就可能陷入了富裕的停滞。再加上外籍人口占比过高，社会结构松散，也埋下了治理的隐忧。卡塔尔目前的处境告诉我们，财富只是起点，真正决定一个小国能走多远的是制度转化力，是创新能力，是否能像新加坡那样把资源优势变成国家的竞争力。聊到这里，我们已经带大家走过了4个小国的故事，他们各有各的精彩，也各有各的挑战。这4个小国几乎可以看作是全球小国战略的4个不同路径。依然是那句话，大国拼的是力量，小国拼的是智慧。未来的世界依旧会有新的精英小国涌现。所以呢，请您大胆预测一下您心目中的下一个精英小国会是谁？欢迎您在留言区告诉我您的看法，也欢迎和感谢您点赞订阅放逐时间。祝您好运好心情，下期放逐继续陪您一起看世界，看智慧，看人间工程。